我最近一直在拍戏，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就有很多事儿是我完全之前没想到的。我在北京拍那个电视剧的时候，导演就经常会让我们实拍，就从一个胡同里出来，然后哭，扶着那个电线杆，然后所有的路人就是真的都是真实的，他们就从我面前过。我说就这么拍吗？他说对，就这么拍。我说那就来吧。我从里边出来，完了之后扶着电线杆开始哭，就哭得非常伤心，像那种大哭，就然后鼻涕流3个水晶吊坠，就这样。我这哭呢，完了过来一个大姐看着我，富航。我说拍摄呢，拍摄呢。大姐看着我，拍摄。我说拍摄。我后来跟那大姐说，我真的在拍摄，然后那个大姐非常认真的看着我说，房，我特别喜欢看你，因为我只要一看到你，我就特别快乐。但是我上班每天都特别生气，你能告诉我，怎么才能不生气吗？我给我讲一些不生气的段子。我今天在这儿讲给您，我答应您了。我之前上班的时候，老板有一个骂我骂到我每天胃疼，就是那种躯体化了。他只要一跟家里边打架，然后他就来这儿骂我，骂其他的员工。我当时说不能因为这个事儿把我自己身体都弄坏了，我开始上网学一个操，叫不生气操。真的有这个操，朋友们，完全没开玩笑的。然后就是双手这样抬起来，大家可以一起做，你知道吧？就看着远方，完了面带微笑，就是不生气，不生气，生起病来没人替，就这么简单。全网教学非常详细，但没有一个人告诉我是生气之前做，还是生气之后做。我当时也年轻，我选择生气当时做。第二天老板到公司，他每天中午吃完饭一抹嘴就骂我，他就中午吃完饭把盒饭一搁一抹嘴，都是富航啊。我说来吧老登，开战吧，骂我，凌辱我，鞭挞我的灵魂，来。他说富航态度不积极，我说。朋友们，我真的跟你们说一下啊，第一次的不生气操真的推荐你们去做，因为第一次跟后面的无数次完全不一样。因为第一次你100%会被自己蠢笑。你想，就是路边过来一个人走了，看着你，废物，我说你看着他。坐一会儿就笑了。就是后面没什么用了，因为只有最开始做的时候有用。然后我就研究了一下，外练筋骨皮真的帮不到我，我必须要内外兼修。我要想从我的内调完了之后跟外一起结合。我想怎么才能内外兼修呢？就比如说是，我开始思考，从小我只要一难过，别人一骂我就难过，难过我就哭，啊一夸我就笑，我的情绪完全掌握在别人手里。我不要，我要反其道而行之。哎，别人骂我，我难过，我就到这儿，嘿嘿，大脑都懵了，大脑每天我内外兼修，提前1个小时到公司，办公室里没有人，比如这是你的工位吧，然后我就围着那个工位，真的就是每天练。我太难过了，就是不生气，不生气，生起病来没人替，嘿嘿，不生气。同事跟同学一样都不跟我说话了，因为办公室有监控。他们开始传说富航有单枪匹马一个人做法给老板做死。他们说只要做够31天，老板嘎巴死。我说你们想太多了。他们把视频拿出来给老板看，也给我看，的确稍微有点吓人。你就想嘛，明天早上起来这是你的工位。然后你的同事把书包一放，把肩膀一搁，不生气，不生气，生起病来没人替。不生气，不生气，生起病来没人替。老板当时看完那个手机，在办公室头发掉地上捡起来揣兜里，指甲都不敢剪，他怕我给他收走了，给他做死。他从那天开始就跟我稍微有点小小的隔阂了。他决定要裁员，
说是2选1啊，因为老员工有感情，我跟一个大哥，我们俩只能留一个人。我们俩从知道这个消息之前是好朋友，知道之后一瞬间变成敌人。然后我们在宣布裁谁之前都没法对话了，啊，我们那个时候已经是纯仇人了。然后在宣布之前，我一直翻我跟那个大哥的聊天记录，我翻，我突然发到我刚入职时候那大哥特别帮着我。我当时一想，付航有点难看了。我堂堂7尺男儿，到哪儿能没口饭吃？我啪一拍桌子，我说老板，我主动离职啊！老板说本来也是你，天天就会狗叫，还有你们俩都滚。我说啊，不是说老员工有感情，所以说2选1吗？他跟我说了一句话，我永远忘不了。他看着我说，做生意要什么感情？哇哦！就从那天开始，我去任何一个工作，我都不会投入任何多余的，比如说是同事给我一个眼神，老板说我一句什么，我非常简单，我就是到那儿拿钱我就走，就是拿钱我就走。现在录节目也是，不是？对吧？录节目的时候给你们讲什么段子，如果你们当时没笑，我会非常难过。但是录完就不会了。真的，因为那时候就是 money in my pocket 没有，开玩笑。当时我非常生气，但是我想就这样算了，我就开始收拾我的那些东西。收拾的时候，他还骂我，啊，我那火腾就上来了，我那胳膊腾就抬下来了。我说你再骂我一句，他说付航，你还敢做操？我看你再敢做操，我说已经给你做上了，我做死你，我走了也给你带走。那个时候，我每天在那个公司有1个小时的休息时间，我会拿1个小时分成6份，完了之后每一次10分钟去那个楼梯间练脱口秀，我每次练10分钟，我没有影响谁。然后他就跟我说啊，我在那儿坐着呢，我坐着呢。他说付航，我知道你每天练那什么乱七八糟那种秀，我想看看你以后能不能像现在这么猖狂。我真的希望他看一看，我现在是大王。白玉兰的现场要是这样就好了。但是，只要有机会我就去，任何颁奖礼我都去。我从来不怕场子凉，我就怕恐惧。因为不管场子有多凉，我都不难过，因为我的鲜血永远炙热。那个时候我才发现。你真的到这个年龄之后，你就完全不会再担心了。那个时候他经常说啊，什么骂你是因为你好啊，完了说我每天说你都是为了你以后的发展。其实我到现在这个年纪，我非常认真的跟所有老板说，所有的话都是可以好好说的，别装了，你就是想发泄情绪。然后包括就是今天这儿设计也非常不合理，我想发泄一下，就是从我这儿开始，这边往后的这边的朋友，还有从这边往后边的朋友，他们看的根本就不是喜剧之王，他们看的是屁股之王。他一晚上都没有看到过别人的正脸，真的，大哥，我再给你演一遍。不生气，超哥这，我再给你演一遍，真的，就这。真的，大哥太辛苦了。然后我就希望就是大家能开心一点，但是今天大家肯定会非常开心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都喝上了传说中的统一春福无糖茶了。哎，绿茶鲜爽，焙茶醇厚，一口春福，茶香倍儿足。喝完了之后完全不一样。我当时呢，别人问我，哎，这个统一绿茶，喝没喝过有什么区别呢？我说当然有区别了，就好像我以前没拍过戏，有很多东西你没有尝试，你完全不知道。我拍戏还有一个故事是，我那个电视剧呢，我一直以为是1、2、3、4、5集就顺着拍。我真的拍完了之后才发现，完全不是，根本就不是。他可能第1天拍第10集，然后他第4天拍第1集。我呢之前不知道有接戏的这一个说法，所以说拍戏的时候也出了一些小问题。当时有一场戏，第1天拍第1集是我在监狱里跟管教解释为什么我跟黄毛狱友打架。原台词是黄毛把鞋脱了，脚啪放在这儿，我跟他打起来了。但是你知道我爱即兴。我当时跟狱警说的是，我说您知道吗？黄毛把鞋脱了，脚啪放这儿，塞我嘴里了。导演说过，我说太棒了。
过了3天，拍我跟黄毛打架。黄毛到了，把鞋脱了，我准备好了。突然，导演说3、2、1，开始。他刚说开始，突然出现一个小胖子，停。导演，我是场记。付航那天说了，黄毛把脚丫丫塞到他的嘴里了。我当时天都塌了，我天都塌了。我刚拍戏，我不想让别人觉得我难搞，我总不能说导演说现在黄毛人把脚放你嘴里，然后我说我忌口，说什么我最近屁股或者什么之类的，这个完全不行，但是显得太难搞了。我就想到底该怎么办，我好难过。但是我一看导演面露难色，导演特别为难，导演说哎呦喂，哎呀，这咋办呀？你说这，哎呀，当时我心里一下就放平了。然后导演就是非常难过的，他看着黄毛，他说：“你介意吗？”我说：“他的脚丫丫在我的嘴里，你问他介意吗？”我那火腾就上来了，我这胳膊他就抬起来了。看，哇！你们越鼓掌，我做的越快。哎，我又坐起来了，我完全坐起来了。啊！导演转头看我一眼，他看着黄毛说：“你赶紧脱鞋吧，付航着急了。”没有结尾，就是希望大家开心一点。谢谢。姐妹们吃点好的，求求了，对不对？来演出，大家好，我是袁云。哎呀，第2年录比赛了，然后能感受到大家确实热情很多，但我也自己也有一点小经验，我就发现这种曝光机会确实也还是有风险。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，我去年讲过一篇我妈因为被诈骗成了老赖，开头吐槽了2句娱乐圈老赖之子。讲完之后，节目组问我说：“哎，那你妈欠的钱还完了吗？”我说：“没有啊。”他说：“那你不就是老赖之子吐槽老赖之子啊？”然后节目组就让我在播之前把钱还完。我最后是找朋友借的钱，把我妈欠的钱还了。我说妈，我以后就不是老赖之子了，但你是老赖之母。就是大家录节目都想着多讲、多曝光、多挣钱，我讲这篇稿子血亏，1000多字的稿子欠一屁股债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刷到过那种 report， 于翔宇脱口秀含金量谁懂啊？我懂。哎呀，然后现在真不知道能咋抓机会了。你看今年还都说这个 AI 是风口、时代红利，但你一般也就只能想到用 AI 继续干活。我试了一下用 AI 写段子，我说帮我写一篇脱口秀稿子，模仿于翔宇的风格，要能喜单夺冠。但因为我段子公开数据量没有那么大，所以他模仿的就不是很像。他给我的表演指导是在舞台上疯狂踱步。声音提高8度，我说哎，我是教主。但是 AI 的东西看多了之后吧，你又会觉得这个世界还挺割裂的，因为你身边朋友一般都是担心因为 AI 失业嘛，但你确实又能看到有人靠 AI 挣钱。我之前看过一个采访，就台下一个观众问一个那种科技大佬说 AI 肯定会造就一批富豪，但也会造成大量失业问题，请问该怎么解决？那个 CEO 说 AI 时代机遇与挑战并存。我说啊，但它不并存在同一个人身上啊。我们这儿全是挑战，你哐哐机遇。哇，你怎么不直接说你下岗啊？你下岗啊？我上富豪榜啊。就是现在的人说话都不过脑子了嘛？哎，我就不信瓦特改良蒸汽机淘汰纺织工人的时候会说蒸汽时代。
机遇与挑战并存。纺织工人说：“瓦特的脑子瓦特了，咱们要不干掉他吧？反正进去也是踩缝纫机。”我看完那个采访之后，真的就是生气。我就希望 AI 能快点发展，统治人类，那就人人平等了，没有人上人，全都是 AI 的下人。就 AI 战胜人类，马斯克失去的一定比我多，我没有什么好失去的。我说老马最近咋样啊？他说4000亿美金全部清零，你呢？我说我挺好的，我花呗清零了。到时候那个富豪榜上面就80亿人并列首富，按姓氏笔画排序。我于翔宇，力压马化腾、刘强东跟张一鸣。所以我现在就真的很烦这些漂亮话，什么机遇挑战并存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机会，拥抱变化。你看最近几年确实变化很多啊，经常就市场大起大落。每次那种股票基金暴跌的时候，都会有人说：“哎呦，抄底的好机会。”但是我看到我的基金大跌，我只有一个反应，就我现在觉得机会啊，有时候你就是留给本来就有机会的人。你不可能没那个条件就无脑冲吧，就啥也没有，但就像巴菲特一样思考，像谢霆锋一样卖烤肠，像吴彦祖一样教英语。那谢霆锋卖烤肠卖了15个亿，我也去卖烤肠，红利被他抓走了，我被城管抓走了。那你说我要是卖烤肠能卖15个亿，那一听就不合法。那烤肠得多上瘾，那淀粉肠里是淀粉吗？这就是机遇监狱并存。有时候我自己感觉有些事儿努力也有点徒劳。我去年搬来上海，我那个房子是大房东直租，我当时问他，我说你这个房子不会突然卖吧？他说你放心，我不卖的，我这套是专门用来出租的，我有10几套呢。你不信我给你看。他手机上有个 Excel， 我看着那个 Excel 是真的说不出 Word。我当时都不想要他的房子了，我就想加入他的家庭。我想问那个大房东，我能不能做你的2房？我拥抱变化，你拥抱我。然后其实现在大家都能感觉到嘛，现在就是机会没那么多了嘛，对吧？以前可能是这个风浪越大鱼越贵，嘛，现在就是风浪越大风浪越大。我感觉我就不是那种所谓能吃到红利的那种时代弄潮儿，我顶多就是个时代赶海儿，就这个浪潮退去，我才会出来。这能不能捡点啥呢？哎，这是个海螺。哎，听，是我哭的声音。一抬头，弄潮在那开香槟庆祝呢。我说，哎，那瓶子喝完还要吗？这里面吴江云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山东临沂沂蒙山的房主任。问一下大家啊，大家都有工作吗？有。我也有。适合大妈的工作只有2个啊，脱口秀演员和环卫工人。环卫工那个工作我没保住。你们再不笑，脱口秀演员也要下岗了啊。当脱口秀俱乐部老板邀请我来讲脱口秀，好可爱啊！说实话，很纠结。当时我们村信息中心要选我当下一届的村长的，这个世界谁懂啊？我在50岁面对的人生选择竟然是
从政还是从艺？我可是个山东人。我说我们村长每个月工资2600，俱乐部老板说我每个月给你3000。我说其实吧，他钱不钱的无所谓，我就是热爱舞台。我问老板什么是脱口秀，老板说就是站到台上讲讲别人的坏话。我说这不碰到我强项了吗？我有着30年专业造谣和传谣的经验。全国说脱口秀的，谁能说得过我呀？我的第1场演出就演凉了，把我在村里积攒了50年的自信和骄傲击得粉碎。幸亏离家远呀，村里人不知道啊。村里的八卦都是我传的，我不说没人知道。老板照顾我，就让我在俱乐部兼职做客服。他还很贴心的问我说：“你敢跟别人说话吗？”我说：“你应该问他敢跟我说话吗？”他让我拿个手机在评论在网上卖票和回复评论区消息。有一天在评论区遇到了一个黑粉的网络喷子，就一下子激起了我的斗志。我说我好久没站在村口跟人对骂了呀。但我忽略了一点就现在的小年轻打字速度太快了。家人们呢？我1分钟才打8个字，我1条骂人的信息没打完，未读信息已经99加了。别说回了，我看我都看不过来，我气得那个直哆嗦，一哆嗦1分钟打3个字。我就好想跟他们来一场线下面对面的实战哪怕他们来的人再多，我骂不过，我还能往地上一躺。我就问他服不服。我一连回怼了好几天，第1天50人，第2天100，第3天200，是我的血压。我感觉我一个人在对战整个互联网，这互联网环境它也太差了，还有我们村头好。我问老板还有别的岗位吗？老板说接电话。我说这不又回到我强项了吗？上岗的第1天就被投诉了，说我态度不好。我说我哪态度不好了？我长这么大一直都是这么接电话的呀。喂，谁？老板说大姐呀，你要用夹子音，你要说喂，你好啊。对方打过电话来说这里是脱口秀剧场吗？我说喂，你好啊。对方说我要买票，我说喂，你好啊。又把我投诉了，说我恶心。老板说大姐呀，你继续说下一句呀。我说老板，下一句我夹不住了呀。大城市太难混了，都说当代年轻人吃不了苦，那当代老年人他也吃不了呀。我还是干脆回村算了，回到村里种地吧，老年。直到有一天我信息中心的朋友给我打电话，我拿起手机来就说喂，你好。电话那头传来熟悉的乡音，说哎，这是方主任电话吗？我说是我。我朋友说俺娘嘞。
这城里人他就是不一样了哈。我说你不懂，在大城市工作说话他就这样。我朋友说你在城里天天干啥呢？我说我就是接电话，回消息。我朋友说你1个月挣多少钱呀？我当时脑子里的第一个想法是啊，原来问一个在城里打工的人1个月挣多少钱这么招人烦。我一想到啊要被村里那些7大外甥8大侄女的嘀咕，我那股好强劲就上来了。我说啊，不少挣，1个月2、3万，你来不？我给你介绍介绍。那一刻啊，我感觉是现在的我在劝过去的那个我走出来。第2天我就接到我女儿电话了，我女儿说：“妈，你到底在哪呢？全村的人都在传，你进了诈骗组织了，你快回来吧。”我说：“闺女啊，现在吧，妈妈走的有点远，已经走到比赛的第3轮了。之前吧，还拿到了1块复活的金牌，就是有点挺不住了。但每一个来大城市打拼的人，在他挺不住的时候，都会想再拼一把，来都来了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房主任。今天又被骗了啊！被房主任骗了，他天天都有在后面哭说我没有稿子，我没有稿子。然后他今天演成这样，啊，不是该哭的不是他吧？应该是我。每个接在房主任后面人都被淘汰了，所以你们不要把我轰下去，谢谢。啊，讲讲我啊！我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啊，我是一个能量很低的人。我说我能量低，不是我说我内向，就是我很容易累，特别容易累。我每次都是休息2小时，演出5分钟，这5分钟在台上生龙活虎，下台嘎巴就躺了。但是我有一个跟我完全不一样的妈妈，我妈能量超级高，她精力超级充沛，我俩完全不一样，我俩处理问题的方法都不一样。我妈处理问题的方法就是干就完了，我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死了得了。所以我完全不懂我妈，我完全不懂她，但是我能理解她是怎样形成这样的性格的，跟她的工作有关系。她是一名小学的班主任，她有一个偶像叫李云龙，她的教育理念就是逢敌必亮剑。每个学校都有打扫分担区的活动，我妈的班级如果领到那种特别不好的那种打扫工具，她就会给她的学生们做扫前动员。她说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去给我找工具，哪怕去偷去抢，我要你们20分钟内把这里打扫干净。这就是我的妈妈，一个有洁癖的土匪头子。而且我妈特别喜欢搞氛围，特别喜欢搞氛围。每次年夜饭都是她的主舞台，一大桌子菜，一家子人做好了，她不吃，她拿起一杯酒，说：“来，我提一杯。”然后对着我姥姥说：“妈，感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关心和照顾，这杯酒我敬你，祝您身体健康，寿比南山。”我说：“妈，你要找我姥办事儿吗？啊？我感觉你们俩都不熟，我要不给你俩引荐一下了，我要。”而且他自己敬完了之后，他又指挥别人敬酒，让我老舅给我姥敬酒，让我老姨给我姥敬酒，然后他们仨一起给我姥敬酒。我说咱们家是敬老院吗？我姥80了。我说再这么敬下去，我觉得我姥寿比南山难。北海北，
北还有老墓碑，起低了，然后我喜欢。有人喝了，我就跟我妈说：“我说妈，别敬了，我觉得我老脸色都有点难看了。”我妈说：“能不难看吗？你还没给老敬酒呢。”而且我妈不仅自己搞氛围，她还拉着我一起搞氛围，让我在年夜饭桌上表演节目。你说小时候表演就表演了，长大了也表演。我说实话，朋友们，我的亲戚朋友们平均年龄40、50岁，我学幼师的。我给他们演什么？我说让我看看是谁的老眼睛没有看老师啊！太荒谬了！最荒谬的是，没有一个人觉得这很荒谬。而且我妈连生病的时候都要搞气氛。去年生病住院了，我陪她去住院，我天天熬夜熬得面黄肌瘦，我妈满面红光，跟隔壁搜手。医生进来都懵了，跟我妈说：“你长点心吧，你孩子都病成这样了，你还有闲心跟人唠嗑呢啊！”而且没住2天，几乎整个楼层的病人都认识我妈。我妈在走廊里散步的时候，那3步一招手，5步一回头，谁都得过来跟她唠10块钱的。她天天在医院里给人化疗，哇！我陪我妈在走廊里散步，后来我发现，都有人开始认识我了。他们指着我跟我妈说：“哎，这个就是你经常提起的那个说脱口秀的女儿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”我说：“我不是，我是德云社的烧饼。”我知道这段脏，但是我喜欢。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我了，他们直接都不叫我，他们直接上来就跟我说：“演一个，大方的演一个。”我说：“让我看看是谁的老眼睛没有看老师啊！”荒谬！我为什么今年想上节目？我就是希望以后再有人让我演一段的时候，我直接把这个视频怼到他脸上，就放刚才那一段。就放这一段，而且这些我都能理解啊，这些我都能理解。我唯一我不能理解的是，我妈她自己做完手术之后，她要操心别人的手术，我无法理喻。就人家有家属，有主治医生，她在那儿指挥人家，说你抬头，你抬脚，你扶腰，放这个床上，运动啊！我那个时候我非常生气，我非常生气，我对着我妈。快了！我说妈，你也是个病人，你应该躺在那儿休息。你天天操心别人的事儿，你不累吗？我妈说，你天天说脱口秀，跑这儿跑那的，也赚不了什么钱，你不累吗？我说妈妈，你帮助别人的样子真好看。我发现啊，我其实那段时间我整个人都想改变我妈，我想让我妈变得像我一样，就是安静一点，有助于她的恢复。但是后来我发现，我妈住进那个病房之后，整个病房欢声笑语。虽然我还是不懂她，但是我决定尊重她，因为我的愿望很简单，就是希望我的妈妈身体健康，寿比南山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岳明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叫大老王。我最近忙，最近在卖一个走步机。为什么卖呢？因为是我买的，我有商品的支配权。什么是走步机？就是一个运动器械，就是跟跑步机差不多。跑步机的最高配速12，走步机最高配速6，你就可以理解为就是跑步机老了，你懂吗？你也可以叫它跑不起来机。我这个身高体重在这个上面其实很难走起来啊，只能看起来很欢快。很冷门的一个产品，历史上我没见什么人用过，只见过一个人用过，就是春晚上的黄渤。80平米的小窝，还有温柔的好老婆。这就是我现在的风格。
观众说我吃毒蘑菇。买是因为它可以边工作边运动嘛。我不喜欢工作，我也不喜欢运动，所以它可以一起做，你知道吗？效率很高。工作时间用来运动，运动时间用来工作，你的1个小时就变成2个小时，一天就变成2天，24小时就变成48小时。所以我今年32，其实我已经64了，还有1年退休。不，其实是半年。抱歉，这一些精妙的逻辑推演。边工作边运动，你们不兴奋吗？啊，那边工作边运动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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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边工作边运动，边工作边运动呢？这走步机的6种倍速，然后。这就是在走步机上写出来的段子。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，快跑，然后想买走步机是因为我是一个很贪心的人，我其实对自己要求很高，但我能力跟不上，因为我每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定计划，定完计划就困了，然后在计划里补上回笼觉。有时候甚至觉得我是不是写啥就完成不了了，是吧？所以这什么是土度 list？ 这不是一个土咚的 list 吗？我其实觉得做计划就是一次理想中的自己跟现实的自己的对话了。理想中的我杀伐果断，现实中的我主要在沙发里吃饭。很怕别人问我工作进展，所以有时候楼下大爷会跟我打招呼，问我吃了吗 ，check 我进度。所以有本能反应想告诉他，这个不是我负责的。我是不太相信那些能把这些计划每一个都完美执行的人，比如自律博主那种，睡够8小时一天，工作8小时，阅读4小时，然后冥想2小时。我说啊，你阅读的时候不是冥想过了吗？我真的很爱看自律博主，我是那种会早起看自律博主的人。那种早晨起来6点就看他们忙活，瑜伽、阅读、冥想、榨蔬菜汁儿，然后上课迟到了。迟到的时候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，我说你这个是计划赶不上变化，还就是计划的赶不上？每天其实完不成计划会很自责，你知道吗？但一想，其实大家许愿实现不了的话，其实是不会责备自己的。所以我现在是以许愿的心态定计划。性难愿一生吃素，只为能完成土度。我现在会把我的土度烧给雍和宫，去雍和宫求签，神仙也会很疑惑，说你求的是什么问题啊？土度，Oh not to do。怎么现在我这个工作还得普度众生？我说我疯了，你不相信我？现在真实情况就是每天的时间都用来刷短视频，10几个小时在短视频上面。就现在我感觉我这个手机的使用时长呀越来越长，就感觉我这个手机买的真值。社会上发生什么充耳不闻，你知道吗？短视频流行什么如数家珍。有人跟我说这是信息茧房，我说茧房怎么茧房多舒服啊，那可是真丝的。但是会想，你说我刷了这么多某音，我就在想，你说我是一个每天10几个小时这种优秀的某音用户，为什么我面试过不了字节跳动？我连走步机都是在某音上买的，你上哪儿找我这么好的用户啊？所以某音就是我吃的毒蘑菇。所以这个世界谁懂？某音懂。你都不懂你自己，某音懂。别的软件还在猜你喜欢，某音早不猜你，某音早知道你是个什么玩意儿的。随便推点什么你都会喜欢的，真的。我现在个人经验是这样，我现在经常通过某音了解我自己，我在利用它，你知道吗？我说哦，原来我是这种人。一个肮脏、龌龊、下流、好吃、懒做的一个想进步的人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大老王。
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爷。哇，又录到深夜了啊！你们困吗？一看就经常熬夜。这个世界很多人熬夜，我懂你们。嘉宾熬夜有通告费，选手熬夜为了比赛，那只有你们熬夜，那是真热爱啊！我自己就经常熬夜，因为又要当演员，又要经营俱乐部，这特别忙。有时候凌晨2点还在回消息。每到这种时候，我就会想起《灰姑娘》里面那个一到12点就会变回南瓜的南瓜车。嘿，他居然赶在客户还没完事的时候准时下班。你这放到现实，这个南瓜只会丢掉他网约车司机的工作，然后改行送外卖。没有南瓜车那么硬气，所以我只能等到所有烦我的人都睡了以后，才有那么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，可以稍微放松一下，就会玩到3、4点。我当然知道早睡很健康，但是不开心；熬夜很开心，但是不健康，很矛盾。我到底是应该身强力壮的抑郁，还是活泼开朗的猝死？我感觉身体跟灵魂总有一个快要上路了。每天熬到3、4点，现在作息非常的规律。有时候2点困了，我都劝自己，怎么这个点就不行了？再坚持一下，床头柜刻一个碗字。累，但是舍不得睡，即使很困，也坚持醒着休息。每天都休息得很累，休息得我好想休息。打个游戏，想着赢一把就睡。凌晨4点玩吃鸡，匹配到的全都是想赢一把就睡的人，也太激烈了，100个人抢一个睡觉名额。还没吃上鸡，鸡都开始打鸣了。看个电视剧吧，这一集不够精彩，不过瘾，得再看1集。这一集很精彩，等不了了，更得再看1集。连续剧不就得连续看？好不容易看完35集的《长安荔枝》，终于上床了。短视频又来找我了。我现在不是刷完一个视频然后去睡。我是在刷一个视频过程当中睡着了2、3次，我才会睡。我都不是睡过去的，我是晕过去的。刷到美伊谈判，特朗普不同意，但是我点头了。就是狠不下心睡觉，睡觉就意味着你要亲手结束今天的快乐，开始明天的痛苦。我很清楚，只要我一闭眼再睁眼，手机上又多出来一堆新的工作消息，想想都焦虑，很影响熬夜的体验。后来想通了，不焦虑了。我现在把今天和明天分开来看，明天还有好多活，那是明天的我要担心的问题，跟今天的我有什么关系？明天早上8点飞机，管他呢，又不是我赶。明天的我少睡一点没关系的，他比今天的我又更老了一点。老人嘛，就是觉少。这个就是我现在的人生哲学。今天的我享今天的福，明天的我吃明天的苦。我小时候不是这样的，小时候我会提前把作业做完，就可以玩一整个暑假。但是现在我提前把工作做完，我就可以做更多的工作，但没有尽头。还买什么走步机？人生就是一台走步机。成年人是没有暑假的，我的暑假就1点到3点，没有 gap year， 只能 gap 1夜。你知道弗洛伊德把人分成本我、自我和超我，我现在把我分成左我、今我和明我。昨天的我没有完成任务，今天的我指望明天的我，明天的我说人呐，还是要靠后天努力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刘仁成。确实压力有点太大了。我最近唯一坚持的事，就在朋友圈每天抱怨为什么要比赛，为什么会这么痛苦。贾牛又发了一条说，为什么比赛就只让我这么痛苦呢？
佳佳您回复，可能是因为你没参加过高考吧。确实比赛比不明白，最近家里有点搞不懂了。说实话，我今年过年，我突然发现我爸他2颗门牙都掉了。我爸现在是个非常新潮的造型，双开门牙。我就发现，当一个中年男人失去了自己的门牙之后，他就失去所有做男人的威严和男子气概，增加了很多幽默感，变得十分滑稽。我爸现在我心目中已经不像是一个父亲了，更像是个父亲。我爸干了一辈子门窗，到老嘴巴漏风了，漏的都是当爸爸的威风。我爸现在可以同时抽4根烟。别人抽烟都是散客，他就属于卡座。其实很担心讲这个话题，大家不感兴趣。毕竟这个故事有点老掉牙了。但我爸他掉牙原因并不是因为年纪，是因为他的糖尿病的并发症。他糖尿病有点严重了，到一个很难控制的地步了。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，可能是因为他完全没有控制吧。他对待治疗太消极了，他每天只在打完胰岛素后测血糖。我爸，你骗谁呢？你在干嘛呀？你在做数据。你这哪是测血糖啊？你纯测胰岛素呢。而且你说我爸他不控制饮食吧，他也没吃啥好东西，每天早上起来先吃一盆挂面，用最小的成本给身体最大的伤害。每天早上起来往那一坐，跟县太爷似的，升堂。而且我爸他不仅自己早上起来他会喜欢吃挂面嘛，他不仅自己吃，他还特别喜欢给我家狗吃挂面。我特别生气，我觉得你已经因为自己乱吃东西，对吧？已经把自己搞出了一身病了，别给狗也整出病来。我爸说：“哎，别乱讲，糖尿病主要是因为遗传，不是吃出来的。而且人的病，狗怎么会得呢？”今年2月，我家小狗小黑确诊了糖尿病，给我气坏了。我爸，你得选一个吧，要么是你喂出来的，要么是你遗传的。哎，你考虑到遗传，很绝望，我以后肯定也会得。过几年别人问我爸，你们家谁有糖尿病啊？我爸说，我和犬子。但就像我刚刚说的一样，我现在没有糖尿病。其实这个事也挺奇怪的，因为其实我才是我们家最肥胖那个人，也是饮食最不健康那个人，但我没有糖尿病。你说神奇不神奇？可能也是因为我没查吧。这玩意儿你别说，真神奇，只要不查就没有糖尿病。我有点害怕体检，我很久没去体检了。我上次去体检，医生嘱咐我写作业的时候离本子远一点。但这导致个问题在于，我现在很难劝我爸妈去体检。就每当我劝我爸妈去体检，他们就劝我去体检。你们去，你去，你们去，你去，你们去，你去。这么大年纪了，跟我玩反弹。但我真的又不敢带我爸妈一块，我们3个一块去体检，因为我感觉我们这个家庭啊，不能同时承受这么多的打击。你不能把胖子放在一个篮子里面。要是我们家全部被查出糖尿病了，怎么办？家里挂面谁吃啊？狗都不能吃啊。但我说这么多啊，我不是在
指责我爸，我也并不觉得我比他更懂这个世界，我觉得他有点固执而已。我一直很佩服我爸。我今年28岁了，我爸28岁那年，他已经扛起了一个家，并且成为了胖子门窗的创始人 ，A.K.A. 胖子本人。他开局很艰难，因为他当年他想外出打工，我爷爷是不答应的。我爷希望他可以陪他身边种地，两个人就天天吵架，但我爸就一直不屈服，咬紧牙关没有答应。那时候他还可以做到。有一天他们吵得特别凶，我爷爷把我爸爸带到一个田里面，挖了个坑，跟他说：“如果你再提去外面打工的事情，今天我就把你给埋了。”然后一脚把我爸踹进了坑里，当时全村都过来看热闹了，也有人在劝我爷爷，但我爷爷不语，只是一味的挖地。这不是一般的挖地，这是道德的挖地。我现在尽量轻松去讲这个事情，但那天对我爸来说一定是非常恐怖且难熬的。那天泥土就像雨点一样不断落在我爸的头上，但我爸还是没有求饶，最后他赢了。2年后，他可以外出打工。临走前，他跟我爷爷说了一句话，说：“谢谢你当年的栽培。”然后才有了后面的故事。他结了婚，有了2个小孩，把整个家从江西的农村带到江苏的常州，一个经济发达、教育很好但足球很差的城市。这是后话了。我觉得我不如我爸，因为我比赛已经让我有点喘不过气了。如果我遇到这样打击，我可能就一蹶不振了，我就再也起不来了。我最多在小某书上起号。家人们，这个世界谁懂啊？恶毒的爸，不停的挖，泥巴里的我怎么开出生命里的花？但我爸什么都没做，他就默默忍受这一切。我爸被我爷爷从小打到大，但我从小没有挨过1次打，可能是我爸淋过土吧。淋过土的那个男孩学会了给别人打伞，所以前2天我还带我爸妈去体检了。我觉得得面对这一切。体检报告出来之后，确实吓了我一跳，因为我发现我爸妈的病啊加起来都没我1半多。哇！比子欲养而亲不待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，子要先带了。所以那天走出医院的门，我爸爸一向沉默，那天很罕见的开口跟我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儿子，你要照顾好身体啊，你要知道你的健康才是我和你妈最大的幸福。”那一刻，炎热的夏天突然拂过了一阵凉爽的风，是爸爸的微轰。大家好，我是龙小爸。大家好，我是杨蒙。谢谢，真的谢谢你们，而且你们真的辛苦了。我洞房都没闹这么晚。我说前2天刚办完婚礼，那个婚礼其实我觉得我可以很骄傲的说，杨温结婚，大半个脱口秀圈都没来，就不是我人缘不好，就是现在圈子实在是太大了。但是我把程璐和建国请过去了。你们知道现在这2边节目打得如火如荼，我把双方各自的总编剧叫到草原上喝酒唱歌，因为我的婚礼双方停战3天。他们现在叫我脱口秀和亲大使，但其实我不是太喜欢这个称号，因为我那个草原婚礼我自己设计的，我就骑马入场，我觉得特别帅，结果到他们嘴里说蒙恩出塞。那个马真的非常难控制，我上马之前，教练特意交代说，记住了，他是畜生，你要征服他。说实话，我当时没听进去。马听进去了。打我开始上去之后，他就试图在征服我。因为那个新娘的马新娘的马特别好，但我那个马特别躁动。新娘的马走起路来就很优雅的完成工作，他就这样。
我那匹马就是这样。他完全不管我的死活，你知道吗？他颠得特别开心，然后我在那个马背上，我就开始这样。小北看见了说：“快看，杨文在给马打气儿。”我。结束之后，所有人都在夸那匹马，他们说：“这个浩瀚的马子，你威武雄壮。”其实开始筹备婚礼之后呢，就是有很多那种落后的婚俗，我就没有办法接受。就是比如说结婚那天一定要穿那个红秋衣、红秋裤，还有红袜子。就咱们难看就不说了，如果你的老公是个光头，我真的诚心建议不要这么穿，因为从远处看，真的很像刚扒了皮儿的火腿肠。然后我们那儿还有一个很扯的说法，就是说新郎去娶亲不能带姑姑，然后新娘他们送亲，姨妈们不能去。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姑姑的谐音是孤，婚后会孤独；姨的谐音是姨，你俩会猜疑。这是不是有点太扯了啊？太扯！就是照这个逻辑，我就想说，谁能去？叔叔不能去，因为日子会过叔；大伯不能去，你俩会闹掰；姐姐不能去，解开了新人的姻缘；哥哥不能去，他会放了爱情的鸽子。这个习俗的核心就是你家要有个王建国，你结婚全家别出门。王建国自己结婚都不能去呢，因为家有王建国，日子往见过。所以我当时跟婚庆聊的第一条就是拿掉所有和谐音梗有关的习俗。但我所有东西我都拿掉了，但只有一个拿不掉，就是那个早生贵子。我妈非要在那个床上就要放那个干枣、花生、桂圆、瓜子儿。说实话，我俩领证3年半了，一直没孩子，是因为床头忘放干果了吗？我们之所以不生贵子，就是因为生子很贵。我不想生贵子，我就想生个贫子。我不想我的孩子从小就是弹钢琴、学骑马，然后打少儿高尔夫。我就希望我的孩子每天拿个烂矿泉水瓶跟我说：“爸爸，看我刚抓的毛毛虫。”我会很开心地说：“哎呦喂，好孩子，你的快乐真给爸爸省心呀！哎，爸爸那儿还有一棵树，哎呦，快去吧，真机灵。这孩子长大一定是当啄木鸟的料。”然后我也很不明白，就是那个结婚为什么要请那个车队，一堆车，然后他们跟我说：“啊，这样接亲的话就是那个非常的气派风光。”我说我不觉得。因为你去接亲的车越贵，越说明那个车不是你的。因为没有哪位劳斯莱斯幻影的车主住在新营房2号胡同3单元502。霸道的王总办了一天婚礼，累的晚上终于坐了他的劳斯莱斯，仰望着星空顶，缓缓地回到了他家楼下，走了进去。哼！喂，小刘，1楼的感应灯记得修一下。我绝不允许我的女人在楼道里跺脚2次。所以就是我觉得一场好的婚礼，你就应该拿掉所有和你没关系的繁文缛节，然后留下真正对你们有意义的事情，比如随份子。随份子这个事儿真的是。我随的是，我觉得我说这人情社会的文化糟粕必须废除。收礼那天，这老祖宗定下的规矩了，谁敢不从？然后我以前参加婚礼的时候，我就想，如果我只去不给钱，他们会不会发现这个事儿？这次结了明白了，一定会发现，因为不然你们以为洞房花烛夜，一对新人关了门之后会干什么？当然是对账了。不仅对账，我们还得验算。验算的时候，我俩就知道为什么我们俩这么般配了。因为以100为单位的纯加法，2个人算3遍都算不出一样的数来。
但是那天晚上非常的开心，那天晚上我们都听到了最悦耳的来自父母的指责。我老丈人晚上在吼我们说：“你俩数钱小点声。”最后，当我们终于忙完了一切，然后精疲力尽的躺了下来之后，刘佩玉含情脉脉的看着我说：“要不咱俩再数一遍？”我真的当时我一个蹬筋我就起来，我掏出计算器，我说就等你这句话呢嘛，归零归零归零。最后我想说，就是这个世界上，到底懂不懂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有一个懂你的人在身边。我们俩都知道，就是婚姻不一定会让人变得更幸福，但数钱可以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杨坤。大家好，我是邓。有没有觉得最近2年这个世界变化的太快了？一会儿打仗，一会儿贸易战。我这个眼镜是进口的，有点磨损了，想买一副新的，碰上了加关税，没舍得买。这个世界我现在越来越看不清了，小某书也看不懂，上面的生活有点太精致了，不太像真的生活。我倒不是说我多么清醒啊，就是我这个人很难被图片给迷惑到，你懂吗？我是不会被荼毒的，也不会跟着那些图片去打卡的，因为打卡清单就是 to do list， 啊，刷起来也费劲，得配合着读屏软件，碰到字儿他就给你念出来，碰到图片他会给你大概的描述一下有什么。戳穿了一切。刷到过那种文案吗？梧桐区这个展览邂逅夏日呼吸感，读出来是一个人在一幅画前摆姿势拍照。读到本质了，小某书的本质就是摆姿势拍照，啊，非常无情啊，没有 IP， 没有品牌故事。Hello Kitty 叫蝴蝶结猫。拉布布叫呲牙兔，飞天某台叫瓶装致癌物。有些东西就是看不见了，你才看得见。瞎子就不会盲目跟风的，我告诉你们。为什么对这个东西这么警惕呢？因为这些还算是那种包装起来的洗脑，我每天面对的是那种直接的洗脑，就感觉 U 盘直接插我脑子里了，一进电梯就来了，找工作跟老板谈，跟老板谈，跟老板谈。牙线是谁的妈妈，谁的妈妈，谁的妈妈。摔跤，摔跤，老摔跤，孩子走路老不稳太难，那稳稳鞋。我家小区电梯被那个承包了。我一出门就是摔跤，摔跤，摔跤。我一到家还是摔跤，摔跤，摔。我心想，摔跤会不会不是鞋的问题？你要不带孩子去医院瞧一瞧呢？孩子摔跤老不好，多半问题在小脑。带点旋律的更加致命。我就路过一个奶茶店，我爱你呀，你爱我。回家跟着他哼了整整1个星期。我在那洗碗呢，洗着好好的，突然就来了，我爱你呀，你爱我。等你意识到你在唱歌的时候，你觉得自己就是个弱智。你洗个碗，你乐啥呢？你乐是吧？你爱吗？你爱洗碗吗？你不就是没洗碗机吗？你不就是？就那么几首儿歌，写点词儿就往里套，一点创意都没有，但真的听得进去。这么高效的洗脑方式，我觉得就不应该用在这儿了，应该用在那种反复强调但是没有一点效果的地方。地铁站台上你就应该单曲循环，先下后上，先下后上，别插队，别插队。打思想钢印只需要2只老虎。哎，孩子不搞对象不结婚，过年回家你也别唠叨他，你唱你的歌就完了。
不结婚不生孩子，老了以后怎么办？不结婚不生孩子，老了以后没人管。孩子年初2就回上海了，过年外卖都点不着，只能自己做饭。吃完收拾在那洗碗，洗着洗着他就来了，不结婚不生孩子，老了以后怎么办？原生家庭可以不要，思想刚硬你抹不掉，是吧？信息太爆炸了，我现在有点羡慕聋人。不用听废话，是吧？我有个观察分享给你们。怎么了？盲人不能观察啊？暗中观察不是观察啊。但凡有效的信息，他们都会给配上手语。留意过飞机上那个安全演示片吗？每一次对蓝天的叩问都是全新的探索，从中国到世界，不论是出发还是归来，东航伴你筑梦起航，共赴美好。这段话就没有手语。中间教你怎么使那个氧气面罩那会儿，专门花钱请了个人过来，嘎嘎嘎嘎，他也知道什么重要。安全演示片根本没人看，就聋子。一看见出来比划了，哎呦，保命的知识来了。那个片子里面内容哪天换了，你们根本不知道，哇！真要出事了，一飞机的人在那大喊大叫啊，要死了怎么办呢？妈写遗书吧，是吧？还有一些人为了掩饰内心的紧张，在那唱歌，不结婚不生孩子，老了以后怎么办？只有2个聋子，无比镇定，一声不吭在那聊天。我给你们翻译一下啊，你不要紧张。刚才片子我看了，第4排下面有降落伞，你跟我走。但只有2个，不要声张。一飞机的人就我最难受。聋子只听干货，普通人玩手机，我就坐那硬听。我在垃圾里面找点干货。这个事儿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？就是没有配手语的信息都不重要，不用看，不会死人的。钉钉飞书不用看，不会死人的。刚才这句就是干货。播的时候后期会给配手语的，你们看吧。哎，我怎么说呢？特别烦这种包装起来的这种虚假的那个情感连接，是吧？我喜欢直接的。演出去过80多个城市，每一个高铁出站口都有一帮大哥在那喊：打车打车，出租车正规出租车，打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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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全国80多个城，只有一个例外，宁波。黑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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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！我第一次碰到，真的大为震撼。我想把网约车取消了，跟他走。我想看看能有多黑呢？眼前的黑是不是没有他的车黑呢？浙江人真的掌握了做生意的核心奥秘，真诚。所有人都应该学这个，对吧？别那个什么，我爱你，什么甜蜜蜜，你就说柠檬水4块。如果你要隔夜的话，只要3块。哎，为什么越来越看不清这个世界呢？因为障眼法也越来越多。个体户不叫个体户，叫主理人。人来疯不叫人来疯，叫 ESGP。啊，也有叫邓超的了，是吧？还有那些喜剧综艺，嘴上说着要给你拓展喜剧的边界，边界没拓出去多少，腾出来那点地儿全给塞了广告了。喜剧的内核不是悲剧，它就是广告。啊，被资本做局了，朋友们。你以为大家上来表达什么的，就混口饭吃啊？哇，脱口秀不是冒犯的艺术，就是混饭的艺术。
脱口秀我也越来越看不懂了，是吧？每个人都可以定义5分钟脱口秀，要表达，要好笑，要观点，要输出。我不太 care 这个东西，但是刷到自己的差评是真难受。说黑灯的专场挺好笑的，看完哈哈哈1个小时，出来不到10分钟全忘光了。还得是线上脱口秀好。我说啊，我干了4年了，越来越看不懂了，什么是脱口秀？什么是脱口秀？然后这会儿手指头滑到了他发的那张演出照片。读屏软件说，一个人在舞台上讲笑话。哎，我相信我的读屏软件，这个世界他最懂。但你们不同意这个观点也没有关系啊。我今天讲什么东西，你们很快就会忘记。你们只会记住不结婚、不生孩子、以后没人管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